走进现实生活，讲述离奇故事。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观看陈风故事。1996年2月24日，农历正月初六，云南省昆明市路南彝族自治县1998年更名石林彝族自治县路美义乡卜子办事处小山沟村的村民，依然沉浸在春节的热闹气氛中。小山沟村原村长王兴志上山挖地，一直没有回来。家里的人准备了热腾腾的饭菜，等了好一个时辰，直到夜幕悠悠地把整个山村笼罩，还没有音讯。一家老小盼呀盼的，看着饭菜已经凉了，大家心想，大过年的，可能是到哪个亲戚家串门子了，一家子人才去吃饭。第二天、第三天还不见回来，全家老小着了慌，赶忙四处寻找。双塘子山上自留地里，王兴志挖的那一小块地静静地躺着，早醒的一些小虫子不停地爬来爬去。春寒料峭，微风过处，青绿发黑的麦浪滚向远方，就是没有发现老村长的踪迹。许多人分头到附近所有的亲戚家去问，一波又一波的人都回来了。王兴志的老伴那亮了又暗，暗了又亮的眼睛，看到疲惫不堪的大儿子最后一个回了家，长叹一声，就倒在沙发上，一串浊泪唰啦啦滚落下来。这么多年了，王兴志一直是村里的和家里的主心骨，从1962年当保子乡文书、会计、出纳，直到村长，到1995年11月征得上级领导同意退居二线，当了30多年的队长、社长、村长。如今68岁的人了，还保留着党小组的组长职务。无论电闪雷鸣、雪舞双飞，只要他那瘦瘦小小的身影一出现，人们顿时就有了安全感。老头一辈子就在田地里忙忙碌碌，这不还没过完年就闲不住了，说是要去挖地，谁也拦他不住。以往也会在干活的时候被人请走，要么是有老友想跟他聊聊，要么就是村里的人家有了疑难。可不管多好客的人，也难留得住他过夜，再难缠的事也绝不会耽搁过2天。可如今一家老小和村民再次把双塘子附近的山搜了个遍，还是一无所获。老村长失踪了，村里的亲戚还有许许多多的乡亲都闻讯赶来了。2月28日早晨，第3次搜山，在距双塘子几百米处的糯米塘附近的一个石阴洞里，终于找到了王兴志。老人灰白的头发上沾满血迹，浮肿的面部模糊不清。最先发现老父遗体的二儿子一看父亲这个样子，头嗡的一声，差点晕过去。报案！报案！快！路南县公安局局长杨从义正在石林公安分局，他接到报案后，立即拨通副局长王俊波办公室的电话，调派县公安局刑侦队和路美义乡派出所的全部警力赶赴石林公安分局会合。几分钟后，总共30多名民警火速赶赴现场勘查。法医李培忠对尸体进行尸检，尸体头部被铁器击伤，天灵盖被击成粉碎状，尸体上有拖擦痕迹。再经尸体检验，可推断死者在离家3个小时左右被杀害。那么是什么人？为什么对一个68岁的老人下此毒手呢？民警们在双塘子王兴志家麦子地里寻找着蛛丝马迹，平平整整的地里不时有几只苍蝇飞起飞落。奇怪，既然是来挖地的，地里一定留有本人脚印，可地里什么脚印都没有，一定有人做了手脚。一个民警自言自语，用手使劲扒开泥土，终于发现了血迹，立即断定作案现场就在这块地里。
太阳暖暖地照射着双塘子山上丛生的枯草，远远近近的山地里，到处是青青的麦苗。公安民警经过更深一步的勘查，进行了综合分析：一、从死者身上搜到了钱物，证明非谋财害命；二、经过尸体检验，可推断王兴志在2月24日下午2点左右被害。一般情况下，此时双塘子附近一带不时有村民活动，不是预谋作案时间，应该是突发性案件。三、第一现场周围地里的麦苗有牲畜吃过的痕迹，而且王兴志家的麦苗损失较严重。专案组初步推断，一群牲畜啃吃了王兴志家的麦苗，王与放畜人争吵而被杀害。局领导综合分析以后，立即将民警分成4个组，一组由石林公安分局的民警对5棵树村和乐尔村放牛羊的人进行调查。2组由县公安局刑侦队一探组对小山沟村与死者生前有往来的人员进行了解。3组由县公安局刑侦队2探组对大山沟村放牛羊的人进行调查。4组由鹿美义派出所的民警对白龙潭村放牛羊的人进行了解。在全面调查中，2组有重大发现：王兴志生前与本村村民孔祥德有私仇，且矛盾较大。在经侧面了解，孔祥德在王兴志失踪当天曾到双塘子附近放过羊。孔祥德既有作案思想基础，又有作案时间。民警在向村民了解，孔祥德是个心狠手毒的人，在村子里恨他的人很多。由于他蛮横不讲理，为了个人利益，常常是六亲不认，亲戚朋友不与他往来。孔在村里是个大老鼠，村民既恨他，又不敢惹他。3组在小山沟村了解到，本村一村民在王兴志失踪当天也到双塘子附近放过羊，2人还直接接触过。该村民称，孔祥德在2月24日晚上曾对其讲，村长已经被他杀害。专案民警认定杀害王兴志的人就是孔祥德，马上向在鹿美义派出所研究案情的鹿南县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金志伟、鹿南县公安局局长杨从义、副局长王俊波汇报。3位领导命令立即传讯孔祥德及其妻子和3个儿子，同时对其家里进行全面搜查。一天到晚颗粒未尽的几位公安民警忍住饥饿，分别对孔祥德、孔妻及3个儿子突审。几个回合下来，已是夜间11点多钟，孔祥德思想开始崩溃，终于交代了杀人罪行，时间上诉到1994年。王兴志担任村长期间，孔祥德家建房屋需要批宅基地，在村里顺利地办理了手续。可孔家在建房的时候少批多占，把桩线划到了集体的场上。村委会发现后及时做了工作，但孔家顶风而上，将房子盖好。根据有关规定，违法建筑的房屋要拆除，但考虑到各种关系，只对孔家做了罚款处理。对于这件事，补子办事处的干部是这样说的：王兴志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公心担负起责任的，可孔祥德认为这都是王兴志在作怪，跟他过不去，多次找王兴志吵闹，并扬言要杀了王兴志。当年一个杀害王兴志的阴谋虽被办事处治安联防队长发现后制止了，并经过各方面做了工作，使事件平息下来，但从此2家却结下了冤仇。1996年2月24日下午2点左右，
孔祥德腰中插着一把蓦地铮亮的镰刀，赶着一大群羊，在陆美一乡补子办事处双塘子山上放牧。看到不远处王兴志家绿油油、茁壮成长的麦苗，心中实在不是个滋味。心想这老头的居然盘得这么好的地，等老子赶羊去闹他一回。于是打了个呼哨，挥起皮鞭，把羊群呼啦啦赶到王兴志的地里。听着羊吃麦苗的声音，孔祥德心中涌起一股难得的舒畅感。不一会儿，一大块地的麦苗就快被糟蹋完了。去方便了一下，又折回来。正准备继续挖地的王兴志刚刚翻过山梁，眼看到黑压压一大群羊在地里肆意糟蹋，不禁怒火中烧。庄稼是种地人的命根子啊！老人奔跑到地边，原来是你呀，孔祥德，你咋这么狠毒？狠毒！哼，走，跟我到办事处讲理去。老人一把抓住孔祥德，你活厌烦了。个子比王兴志高出一大截，年龄比王兴志小10几岁，身强力壮如一头野牛的孔祥德，一把抢过王兴志手中的锄头，一冲拳放过去，王兴志就带着他那把花白的胡须飞倒在5米开外的地埂边。孔祥德，你竟敢打人！孔祥德昂首四顾，扬起锄头。打人！孔祥德一步步逼向老人，老子要你的命！凶手扬起的锄头砸了下去，王兴志的头顶上顿时鲜血和着脑浆越过那灰白的头发飞出来，溅到凶手脸上。接着又是几下，王兴志就软软地倒了下去。凶手扬起袖子，擦了擦脸上的血迹，把那只倒霉的鞋子抓过来，套在王兴志不住抽搐的脚上，再双手握着那只脚，唰啦唰啦顺地拖着，翻过了道地埂，越过了几块地，丢在一个地势低洼的地埂边，抱了几捆玉米秸秆，盖在王兴志身上，回头又到王兴志地里，捧了很多土盖在血迹上，左看右看，直到觉得已没有什么破绽，才赶着羊群离开。夜幕降临，寒风刺骨，家家户户关紧大门，冷冷的有人放个把冷爆竹，显得格外响亮。漆黑的天空里隐隐地传来几声狗叫。孔祥德腰中插着那把镰刀，摸黑去找大山沟村的一个村民。王兴志被我整掉了，帮我把尸首挪给我。孔祥德冷冷地说：真的，这个事我不能帮。不能帮！孔满脸的不高兴，从牙缝里挤出一声哼，这个意思人人懂。他自个儿走进了夜幕。孔祥德来到地埂边，把玉米杆抱开，然后斜斜地扛起王兴志，在肩上掂了一掂。王兴志耷拉下来的手轻轻一摆，打了一下孔的屁股。旷野里除了夜游的虫子，什么都没有。孔祥德沿着杂草丛生的山坡，扛着晃晃荡荡的王兴志，奔向他早已在放羊时找好的石阴洞。突然，一条黑影从孔祥德眼前飞快掠过，原来是一只野兔，惊得孔祥德出了一身冷汗，脚下一滑，一屁股坐在地上。这一下子不要紧，一声轻轻的嘿嘿在他耳边如闷雷般炸响。孔祥德丢开王兴志，一纵跳起，哪个？没有应声。难道还没有死？孔又一下扑向地上的王兴志，双手死死地掐那硬硬的脖子。慌慌张张的孔祥德终于把尸体弄到了糯米塘的石阴洞边，把尸体扔进洞里。凶残恶棍孔祥德吐了一口唾沫，扬长而去。1996年3月7日，农历正月18，王兴志同志的葬礼在小山沟村隆重举行。来自县、乡、办事处的领导干部及许多朋友乡亲数千人参加了葬礼。县乡党建办、
村建工作小组、办事处、村委会敬送了花圈。值得告慰的是，鹿南县公安局的民警牺牲了休假和与亲人的团聚，赶赴山村，短短1天1夜就将凶手捉拿归案，使九泉之下的共产党员王兴志得以瞑目。1996年8月，法院审理此案，法院认为孔祥德为了私报公仇，用残忍的手段将老村长王兴志打死，构成故意杀人罪。王兴志在担任村长期间，对孔祥德家建房时多占集体的土地的违法建筑进行过处理，孔祥德从而怀恨在心，几次寻机报复，直到将老村长王兴志打死。孔祥德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32条之规定及杀人罪构成的特征要件，因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故判处孔祥德死刑。不久后，孔祥德被执行死刑，老村长可以瞑目九泉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